你知道提一辆最贵的国产 SUV 是一种什么体验吗？在北京只有7家店，但没有任何店有试驾车。如果你想要这车，全款支付半个月才能够拿到车。看一下它的钥匙，奔驰的钥匙，跟奔驰 GL 同平台，北京汽车顶级豪华 SUV BJ90。在路上很少会见到这辆车的车影。去年2020年的销量呢 ，BJ90达到了100多台，其中1/3啊是从我提车的这家店出的，真的是有点惨啊。但其实人家车企根本不在乎，因为 BJ 系列里面啊，其实40是负责走量的，而90呢是为国家出行所服务的。Nice。2021款现在是有2个配置，一个是3.0T 的发动机98万，还有一个4.0T 的发动机112万。那基本上5折价格就可以拿到手了。50万合资车型其实也挺多的，比如说奥迪的 Q5L 啊、宝马 X3啊，以及奔驰 GLC 啊。于是很多人就会想，哎，这合资车型和这车比到底应该怎么选呢？于是你就会发现这车变得无人问津了。前2天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啊，他提了一辆2019款的 BJ90，然后那车也基本是一个全新的状态，35万到手的，哇，35万买一辆 GLB 都绰绰有余了。这车是我见过国产 SUV 里面降价幅度优惠最大的车型了。被称为换壳的奔驰 GLS 与真正的 GLS 到底有哪些相同和不一样的地方？首先，这车标必须改成咱自己的吧，北京2个大字非常的洋气，符合北汽风格的前脸的设计。核心的3大件呢，其实就是奔驰 GLS 的 3.0T 的 V6 发动机以及4.0T 的 V8 发动机，并且匹配的是奔驰那套9AT 的变速箱，底盘也是相同的，所以这辆车开起来的驾驶品质可想而知，其实相差无几。值得提的一点是它的发动机舱盖居然是碳纤维的，怎么也得值5万块钱吧。这就叫做看不见的品质。但是看得见的呢，他好像并没有那么在意。你看这接缝非常的大，你要说这车卖100万，用户过来一看这接缝这么大，可能就凉了，觉得哎，真的是不太值得。这是为什么这车卖的不好的原因之一了吧？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里面。来跟着我感受一下我们新车的内饰。现在座椅还有这个，我可以把它撕掉了。车里面整个看起来的感觉还是挺奔驰的，比如说这个座椅大的厚的，非常豪华的皮质座椅，很舒服。仪表盘奔驰风格的，中控区域非常的像奔驰 GLS 2019款，不过下面这个按键会更复杂一些，更多一些，因为奔驰还是挺注重它整个车内的一个仪式感的。这辆车它就会简单化一些了。调节座椅的按钮啊，我本来以为它会放在门边上，因为门边上有一个空的位置嘛，然后它直接放到了这里嘛。可能是想有一些自己的风格，但我觉得大同小异啊。中控区域也搭置了一个木板式的花纹，并且是皮质的覆盖。刚才销售人员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，他说：“你看这个中控区域留的空间还蛮大的，是不是？你可以后期去这个汽配城，花2万块钱就可以改一套跟奔驰 GLS 很像的内饰了，是不是特别的值？”哎，我有点心动了，所以我们一会儿是不是要去汽配城看一下？可能既标配了柏林之声的音响，看这个加了一个五角星，这叫五星之声，我给它起的名字。有了一些中国的元素。来到这个车的后排，非常让我惊讶啊，因为它的第2排空间比我想的要小很多。这么大一车，3.1米的轴距，第2排空间是没有办法前后移动的。你看我这大长腿无处施展。你知道为什么它空间这么小吗？因为 GLS 是7座的，这车是5座的，它直接把第3排的座位给拆了，所以你会发现后备箱的空间超级大，原有的2座座位的这个空间就保持不变了。BJ90虽然挂着北汽的标，但无论是维修还是保养，都是在奔驰 4S 店进行的。做一次保养大概要花费2000块钱，所以你开这车直接去奔驰 4S 店啊，他们根本不会惊讶，他们就会默认啊，原来是 BJ90的车主来我们店保养了，下次我们去试一下呗。我们说说这车啊，其实大概都是有谁买的啊？一定是有钱和低调的人，政府官员啊，他们希望不要那么张扬，会选择这辆车。第2种呢，就是我们刚才了解到的，给一些 4S 店啊或者经销商去售卖，然后他们拿这车希望尽量低的价格嘛，40多万就可以拿到了，用作一些商务的用途。不张扬而又处处霸气。BO90一开始就不是为民用市场所生产的，它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，定价100万，然后拿到手不足50万，依旧销量很少，这说明品牌效应的重要性。尽管2个东西是一样的，但是品牌效应没到位，它依旧不会得到认可。况且我觉得它跟奔驰 GLS 其实还是有一点差距的，毕竟有些细节上还是较为有些糙。让我想起了一些奢侈品的包包，代工包啊，大家都是同样的手工定制，同样的用料，
但是你没有了一些品牌元素的加入，你就会觉得少了一份像 LV 啊或者香奈儿那种独有的气质。品牌价值是通过品牌文化和品牌记录多年积攒下来的，而保留品牌溢价，其实就是将好的产品得到升级，并将经典得以延续。这一期其实我并不是要告诉你车到底值不值得买，重要的是分享一下比较稀有的国货车系列。下期来告诉你这车卖了，它能卖多少钱。